我最近发现个商机，那超市动辄几十上百一瓶的椰子油，居然在家用老椰就能做。老椰子多便宜啊，200块钱能买30个。今天要把这事整明白了，那下半辈不掏上了吗？但是老椰子椰汁不太好喝，完还不舍得扔，就先把水取下来，留着看看玩意儿能干啥。然后找个不讨厌的地方把椰子壳摔了。后来取椰子肉可遭了大罪了，这点活从天亮干到天黑，一个整块的都取不出来，就感觉别人买的老椰子都是来报恩的，我买的都是来讨债的。问题这才第2步啊，我们就已经快缺氧了。我当时满脑就想起一句话：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。后来给石磨端上来，我们一下又兴奋了。该说不说的，驴还是有使命感，就看着石磨，我的 DNA 就动了。我的目标是石磨传3代，人走磨还在。然后我们就这么一圈一圈磨呀，但是下的非常慢。后来大概是半夜1点半吧，有个网友说这油凝固的比较快，你们拿热水试试。我们半信半疑的试了一下，发现真的通畅了很多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们头前磨了5个小时，全磨错了。得亏当时直播了呀！我决定配个手机，以后专门直播用。再转着买了个2手的苹果11，我新的4000多呢，完才花1800，用着跟新的似的，完比新的还便宜2000多。浅试了一下，玩游戏不卡，耗电也不快，他们还能提供验机报告，而且免费保修1年。有想换手机的，推荐你们去转转看看。然后椰肉呢，一共是磨出这么些汁儿，先磨出来的已经凝结出很多油了。我一看就这个成色，过了这一宿我不是发了吗？还筛出2盆椰肉，但我现在已经看不上这点玩意儿了。等天亮找裁缝，给我奶风筝枕头送去。然后按教程说，这玩意就这么一直熬，血熬干了就出油了。我就老老实实站着熬啊，这一大锅熬了4、5个小时之后，水是熬没了，但油也没出来呀，这不熬出一锅浆糊吗？但我没死心，我又熬了1个小时，这浆糊里也熬出油来了。问题这油一股糊巴味儿，我们唯一得到的那点椰油，居然是最开始撇出来的那点沫。也就是说，30个椰子，4个大小伙子，24小时就熬出来1碗底椰子油，而且最后居然熬了6个小时水。那我算完这账，这几个老嫂当场乳腺增生了，哥们儿。月初了，伙食费没有预算了，只能吃点家常菜了。今天，那你可能问了，不是应该月末没有预算吗？是不是月中开支啊？不是，我月末也没有，但一般这事我不往外说。这叫啥呀？这叫对镜亲嘴，自己哄自己。强把火整出这么点肉丝儿，我给他置办成2个菜吧。我跟你说，东北人呐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他夏天躲不过豆角茄子，冬天躲不过白菜土豆。这不是执念，这是宿命啊！对，还有1年4季都躲不开的酸菜。但我跟你说，你别寻思吃个豆角茄子就没面子了。在物流还没那么发达的年代，我曾经给一个广州身价过亿的老板人肉背过去20斤豆角子和年苞米，真的，这事谁撒谎是王不足的。当时我不舍得交超重的托运费，我所有的行李就只有一个塑料袋，里边装着我的身份证、银行卡、充电器和1条裤衩。行了，还是说菜吧。地三鲜颜色重，因为我酱油放的多，因为我弟愿意吃酸口的，脑里酸的酸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大冷面、鱼香肉丝、蒜苔炒肉、酸菜粉、脑血酸地三鲜、干巴的烤羊排，凑合吃吧。明天给我奶奶存钱罐砸了，买点肉去，我忽悠我弟去。我爸来电话说，我85岁的奶奶正在对我86岁的爷爷口吐芬芳，让我火速支援。我他妈能支援个嘚儿啊？就喊我去吸引火力了，这是。反好在我还有个弟弟，还有我寻我做几个菜去吧。我要不借个油子，那闭眼睛想都知道我爷在家发信号枪了呀。那我俩走了，他不更完犊了吗？先给我奶做了个小吊梨汤，先给他去火吧，但是没整太黏，我怕给老太太那假牙粘掉了。再烀个大肘子。我奶啊，这辈子最上心2个事儿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肘子。我跟你说，肘子一道气消1半，然后这2个，这都是老太太上饭店的保留曲目：荷塘月色、白灼西生菜，还有这个日本豆腐。每次我们在家订外卖，只要豆腐少，我奶就生气。我今天给她续满，我今天她吃不了都放冰箱里，明天接着吃。我这破嘴呀我！素泊汤我做的东北版的，牛肉吃完了我奶塞牙，我就放了一罐有大猪油的肘子罐头。这个菜就不用说了吧，我奶多大见着都鼓掌的大丰收，但前提是排骨必须得比豆角多。完我回头一数，算上饮料这7个菜，你说这他妈哪行啊？我赶紧的掏出个莲藕和肉馅，炸个丸子。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家规，这没有6和8，你别去我奶家。行了，我这就赶紧给我弟豁了起来，打包就得走了。我弟笑不滋的问我说：“哥，咱干啥去？野游去吗？”我说：“你快他妈闭嘴吧，给你姥爷平事儿去。”来吧，吃香香了，和月、大丰、白皙、日豆。红肘、冬酥、藕丸。哎呀，我奶看着一桌菜，脸上终于有点笑模样了。我估摸我奶应该是消气儿了，因为我看她一直在夹肘子、夹肘子和夹肘子。孙子，你比你爷爷强100倍呀！我就乐意说这句。
今天又在家烤串了，咱不知道这玩意儿谁研究的，但给我们家人整够呛。要是半个月没吃，哎呀，浑身不得劲儿啊！你说年关将至，万事忙，全国人民都在那琢磨年夜饭和囤年货呢，唯独我们家人啊，睁眼就开始琢磨什么时候能给那半只羊吃了呢？烤羊串吧，不用腌，就是糖盐、孜然、芝麻、辣椒面干就行。完早上拿点肘子换的红柳签子，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啊？我觉得这玩意儿和铁签烤出来不是一个味儿。然后拿羊腿熬了一锅鱼羊鲜，今天不冷，我们就端外面喝了。我跟你说，这大雪地里来一碗冒热气的羊汤，再撒点葱花、胡椒面，这种快乐绝对是东北独有的，而且是冬季限定。我们平时在家吃就是带骨羊排和羊肉串。今天我姐来了，特意给她买了一卷腰子，这大腰子烤焦点，烤的梗梗啾啾的，再撒点白糖。咱不吹不黑啊，我感觉没有任何一个女生能拒绝这串大腰子。完要过年，我姐也开始臭美了，染了个头，做了个美甲，还在得物买了个小金手链。我姐还挺会挑，这小金虎戴上真挺好看，再系个红绳，就太适合新年了。而且最近新年活动老打折，她也没花多少钱，链接放评论区了。过年了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小手链，新年走走鸿运呢。但是我感觉她这个指甲应该是做早了，我看她今天扒蒜他们有点费劲呢。下午收拾东西，晚上不愿意动了，就吃点整事儿的。这锅是羊腿火锅，等会儿下面条。完这边烤点鹅肝和牛肉，现在属于是火锅局和烤肉局凑一起了。本来说愿意吃啥就坐哪边，后来我看选都挺揪心，我说拉倒吧，一锅一锅来吧。先吃的是烤盘，正好我妈中午没在家，给留了几个腰子一起热了。完这边羊腿蘸点韭菜花，吃完就下面条了。最后这点火锅面吃的太舒服了。等我爸睡醒来吃面条的时候，说你们挺厉害，这锅还能烙油饼。我一看哪有油饼啊，那是烤完鹅肝擦油的纸啊！你刚才上去整一块啊！我前两天看了个讲广东脆皮烧鹅的纪录片，那油跌来的时候都给我馋完了。然后我搜了一圈，发现现在满大街只有羊，也没有烧鹅可以吃，所以我托人买了个老广的烧鹅配方，我打算试试这玩意儿在家能不能做。然后我还买了几只专门做烧鹅的黑棕鹅，但现在物流太慢了，我就寻思先抓2只东北大鹅在家试烤一下。不过我发现了，能苟到现在还没被抓的鹅，那都绝非等闲之鹅。我们换了2个屯子，跟鹅扑腾了一整天，到最后愣是1只鹅都没抓着，完了还给腰子卡坏了。后来这鹅到了，我们的腰还没好呢，但也不想等了，就开始按照配方做了。这烧鹅做一次才明白，为什么饭店能卖到600-700一只，在这整个的制作过程太复杂了，光这腌鹅的酱就得用到20多种调料。然后我发现这烧鹅和烤鸭差不多，最难的都是对温度和时间的把握。但我们这现在外面太冷了，就导致这炉子用起来温度非常不稳定，就这么烤出来的鹅，要不然就是里边没熟，要不然就是整只鹅在炉里直接烤着了。后来实在没招了，我们就把炉子搬屋里来了。在室温环境下，这个炉子上温就非常快了，大概也就用了3分钟吧，整个屋都他妈仙气飘飘了。这一下可给我们熏迷糊了，就新鲜吃点东西缓一缓。用美团外卖订了不少好吃的，这一桌子全是硬菜。最近冬日热辣硬货活动优惠可多了，创意十足的百涮福袋4折才不到40块钱，海底捞的冬日欢聚套餐7折也才100多，还有咬麻龙虾、99鸭、外婆家基本都4折起。打开美团外卖搜狗送就行，点评论区也能直接参与。然后吃完饭再下鹅的时候，我们就非常谨慎了。而且我看纪录片里讲说，脆皮烧鹅最重要的灵魂是一碟酸梅酱，但是这个季节它买不到新鲜的青梅啊。后来我纠结了一下，我到底还是把我们家这个爹请出来了。这酸梅酱熬完之后，现在多少还带了点酒香。然后这些鹅现在烧的也非常好了，就无论从颜色还是饱满度上来讲，看着还真有点饭店的感觉。尤其是剁鹅的时候，这油汪汪的一块一块，看着可太爽了。我从来没敢想过，居然有一天能在家吃上一只冒着热气的脆皮烧鹅。不过就是过程不太顺利，我们吃上这顿饭的时候，其实都是第4天晚上的。然后趁热还给邻居送了几只过去。等吃完饭之后，我把这2天做失败的鹅都给剁了，主要也懒得重新烤了，就都让我炖酸菜了。我是真没想到这烧鹅炖酸菜居然能这么好吃，就是我们真的都已经吃得非常饱了，但实在是没忍住，一人又干了一大碗米饭。后来撑的凌晨3点还没睡着呢，就夯夯坐床上打嗝啊。昨天有粉丝说简单的点赞高，今天试一下子。是啥呀？别问，赶紧喝了。哎呀，烫啊！哎，赶紧喝了，着急，快！完了呢？没完了，没事，今天着急回家，赶紧下去吧。拜。好了，有事下午再了吧。拜，关门，走了。哎，这个够简单了吧？就2步，你长手就会呀。